哈萨克斯坦国内动荡的起因是十分复杂。首先，有民众反对高层腐败的原因。哈萨克斯坦的一些经济领域被政府几个高层人士的亲戚形成了寡头把持的人民早已不满。其次，有石油工人争取更好的待遇、反对裁员的原因。另外还有高层内斗的原因，有人故意利用各种势力或矛盾来打击对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插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有重大利益，美国对动乱的插手使局势更为复杂。世界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21年，刚过元旦，在中国西边的哈萨克斯坦突然爆发动乱，给新的一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开局。动乱从哈萨克西部石油天然气产区的工人们上街维权抗议天然气涨价开始，蔓延到哈萨克斯坦所有的主要城市。在外国势力的插手下，诉求也变成了让政府下台、改革政治制度等充满颜色革命色彩的主张。抗议活动也演变成冲突，充满暴力。在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请求下，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一起，已经派遣了大批的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维持秩序。目前局势稍显平静，但在局部地区爆发了枪战，并且已经有反政府武装组织成立。很明显，有人希望哈萨克斯坦走上叙利亚的道路。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这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对于中国十分重要，主要存在两大利益。一是长达1万多公里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距离最长的天然气的管线，与中国境内的西气东输管线相连接，影响超过1/3的中国人口。每年从中亚天然气管道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同期天然气消耗总量的15%以上，是中国许多地区的生命线之一。二是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要陆上通道之一，是中欧班列构建的贸易网络的主要出口。中欧班列有3个主要出境的方向，其中通过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过境哈萨克斯坦的第2亚欧大陆桥最为重要。最近2个月，波兰和立陶宛接连放话要关闭投进自己境内的中欧班列。如果哈萨克斯坦的局势不明朗，会不会导致中欧铁路受阻呢？这个风险不能不防。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面积达到272.49万平方公里，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它的面积已经和印度的290万平方公里相差无几，但人口仅有1900多万，是印度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以及其他的矿产资源。哈萨克斯坦2020年的人均 GDP 是91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为什么因为政府给液化天然气涨价了每升几毛钱的人民币，就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呢？为什么动乱是从最富裕的西部石油工人的罢工开始呢？哈萨克斯坦国内动荡的起因是十分复杂。首先，有民众反对高层腐败的原因。哈萨克斯坦的一些经济领域被政府几个高层人士的亲戚形成了寡头把持的人民早已不满。其次，有石油工人争取更好的待遇、反对裁员的原因。另外还有高层内斗的原因，有人故意利用各种势力或矛盾来打击对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插手。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和俄罗斯都很重要，人口不多，又有石油，在战略上是实施颜色革命的理想目标。美国要是不做布局才奇怪了。一般来说，只要搞乱就能对中俄造成战略损害，并且能够收割金融利益的国家，美国都要去搞颜色革命。据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外国 NGO 组织，也就是非政府组织，有2万多个，数量惊人。仅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曾经资助了数百个哈萨克斯坦人
去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学习，是典型的培养颜色革命领导人的手段。碰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网页上写明了2020年在哈萨克斯坦的投入超过了108万美元，比2018年的大约是62万美元的翻了将近1倍。在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网页上面，在2021年12月5号就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将要发生动乱的预警。更巧的是，在12月5号的预警当中，美国政府不仅明确地指出试图发动叛乱的主体是哈萨克民主选择党，还指出要在哈萨克斯坦的3个主要城市罗尔苏丹、阿拉木图和西姆肯特的具体地标性地点进行活动。哪有那么多巧合呀？那么多巧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必然的。但是这次俄罗斯行动很迅速，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看来和在白俄罗斯一样，美国发动了颜色革命，又一次要失败了。